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人到晚年，单独住和跟子女们住哪种更幸福？68岁老人说出了内心的大实话。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我们原本很多朝气蓬勃、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也逐渐一天天的老去了。至此，我们的老人就要和我们的过去说再见，然后开始自己新的晚年生活。而这个时候，我们绝大部分的老人估计就需要面临的这样一个选择，那就是人到晚年以后，自己到底是选择单独住呢，还是要选择跟子女们一起住？这时，我们有的老人就说了，虽然我也有儿女，可是晚年之后，我只会选择自己的单独住，因为一个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挺好的，因此我就不会选择跟子女一起住。但是我们有的老人就说了，人到晚年，我还是选择跟子女一起住比较好，因为跟子女住在一起的话，自己不仅能够享受到儿孙养息的快乐，同时自己还能够得到身边子女们各种贴身的照顾和陪伴。倘若我自己单独住的话，时间久了就会非常的孤寂。如此一来的话，我自然就会选择前者。说实话，上面我们这两种老人的选择和说辞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我们也不好评判。那么人到晚年，单独住和跟子女们住，到底哪种会更幸福一些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68岁过来的老人的亲口自述吧。自述者68岁的周大爷。我姓周，今年已经68岁的我，现在每月有4800块钱的退休金。我是55岁的时候退休的。最早在我退休之后，我就一直和老伴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当然了，我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子女，只是两个子女在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他们都纷纷的从这个家中搬离了出去。平时家中就我和老伴两个人。说实话，退休后我和老伴一起居住生活的那段日子，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而此时的我也真正的领会到了少来夫妻老来伴这句话的真谛。本来我和老伴在一起过得好好的，可后来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顿时让我原本愉悦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那天我和老伴去棋牌室打牌，老伴在连赢几把之后，因为太过于高兴的缘故，从而导致他当即昏厥在地。虽然我和身边的人已经在第一时间把他送往医院，可他最终却还是因为病情过重而去世。老伴去世后，我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整天茶不思饭不想，就静静地窝在家中，哪也不去。后来在周围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等人的不断开导之下，我才逐渐的从失去老伴的痛苦当中走了出来。同时在他们的建议下，我还做出了以后就跟两个子女在一起居住的决定。首先我就来到了儿子家中和他一起居住。原本在没有来儿子家居住之前，我还对自己今后跟儿子在一起共同居住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可是当我真正的跟儿子在一起居住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此时的我就只想尽快的从儿子家中离开。刚到儿子家的时候，考虑到儿子儿媳都是上班族，他们平时上班都比较辛苦，于是我就想帮他们俩干些家务活。再者，我也不想让儿子儿媳觉得我在他们家里啥也不干，自己就只是一个吃闲饭的。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我的想象。最早的时候，我在做家务活的时候，有时儿子儿媳有时候下班回来还会跟我一起干。可后来，儿子儿媳则是把家中一切家务活就都通通的交给我来干。此时的我俨然已经成为了儿子儿媳家中不花钱的免费保姆。当然啦，这还不算什么，更为让我感到过分和出格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儿子儿媳嫌我晚上上厕所的次数多，影响他们休息，因此他们俩就让我每天只喝很少的一杯水。虽然我每天晚上都主动的洗脚，可是每次他们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他们都会以我脚臭为由，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甚至于在后来，他们还以我吃饭声音大为由，让我独自一个人在阳台吃饭，而绝不能和他们俩一起吃饭。而比起这些，最让我感到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下午我睡过头了，耽误了做晚饭，结果儿子儿媳下班回到家后，不仅对我横加指责不说，而且还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对我就是一顿的数落。说实话，当时我委屈的都想哭。再后来痛定思痛之后，我就主动的从儿子家中搬离。那么接下来我又来到了女儿家中。原本在没有来女儿家之前，我还是觉得就以女儿平时的性格、脾气和秉性等来说的话，女儿肯定要比儿子强很多。况且女儿和女婿都具有很高的学历，那么今后我去女儿家生活，自然就会是错不了的。可是当我真正到了女儿家之后，我才发现这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在女儿家生活期间，我和女儿、女婿等人就会经常因为一些生活上面的琐事而发生激烈争吵，比如说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点外卖到底好不好，孩子到底该如何的去教育等等这些生活琐事。我个人觉得，以我多年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俩听我的准没错。可是他们俩非但不听我的，而且他们还说出一大堆我根本听不懂的道理给我听。每次他们俩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反正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但是相比较上面的这些生活琐事，我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女儿女婿根本不懂得尊重我。平时在家中，他们俩总是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刚开始我不知道是咋回事，直到偶然一天从女儿口中说出我的身上有老人味，顿时让我明白了一切。并且我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女儿不仅要用刷子把马桶刷一遍，同时她还会往马桶里面喷洒一些清洁剂什么的。虽然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但是我也有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女儿女婿虽然没有直接的赶我走，可是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就是比直接赶我走还要让我感到难受和心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有从女儿家离开。而从此之后，我就发誓，这辈子我再也不会选择跟2个子女一起住了，我反倒只会选择余生我就一个人单独居住生活。或许此时就有人会说了，老人晚年单独居住的生活到底行不行？那我就用我自己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片段事例来告诉你。自从选择单独居住和生活之后，我每天想在家吃饭就自己动手做饭吃。我如若不想自己动手做饭，我就去外面吃饭。同样，家中的家务活我自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去找个小时工来帮我干。反正一句话，我再也不用给别人当免费保姆了。与此同时，我在自己的家中，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谁也管不着我。我再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或者是要去听从别人的意见等去行事，一切就都由我自己说了算。这时估计有人就会说了，你说的看起来挺不错的，可单身住的老人平时要是孤独寂寞了，或者是老人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了，你又该怎么办才好呢？其实这一点都难不倒我。平时我在家的话，我就会去看电视，或者是刷手机。当然了，我还可以浇花弄草去弹琴。而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去下棋、钓鱼和跳舞等等。反正我可以去干的事情有很多。倘若遇到节假日的话，我就会在外面买很多好吃的菜，
然后再叫上3、5好友来我家中一起吃喝玩乐。平时我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了，我要么花钱请别人来帮我，要么我就叫街坊适龄等人来帮我。因为长久以来我和街坊适龄等人的关系都搞得非常的不错。当然了，如果是街坊适龄平时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肯定也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我们这就属于典型的互帮互助吧。综上所述，我就觉得人到了晚年，老人单独住比子女住要更加的幸福，这是我的真心话。倘若有一天我疾病缠身，或者是我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的话，因为我早已经给自己存了一笔养老钱，并且我现在每月还有退休金，那么届时我就去花钱雇请一个保姆来照顾陪伴我。如此一来的话，我就算不跟子女一起住，但我却依然可以安享晚年。结语。而在听完周大爷的一番自述以后，我估计我们有些人就并不认同他的这个结论。或许在我们有些人看来，周大爷的经历这就是其中一个个例现象，不足为信。但是我倒觉得周大爷所下的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客观现实的。主要原因是老人晚年跟子女一起住，时间久了之后就极易发生一些矛盾和误会，这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俗话说远香近臭，就是这个意思。老人晚年跟子女一起住，那老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非常不利于老人晚年的身心健康。老人晚年跟子女一起住的话，老人很容易就被子女进行各种各样的啃老，此时老人的身体和经济等多半就会受到损失。当然了，即便是我们老人遇到了孝顺的子女也是不行的，因为老人需要面对的是子女的整个家庭，而并不仅仅只是子女个人。所以说，我觉得人到晚年，老人单独住要比子女一起住要更加的幸福。只是人到晚年，要是我们其他老人也想选择自己年老后单独住这种生活状态的话，那么我们的老人就一定要做到下面这几点才行。老人一定要有自己完全属于自己独立的住房才行。如果老人没有独立住房的话，那你拿什么来单独居住？老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行。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老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给自己找事情来做，从而来削减心中的孤独感。老人平时一定要和街坊适龄搞好关系才行。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再加上子女不在老人的身边，老人平时遇到困难了，免不了就要去麻烦他们。还有，老人平时一定要多给自己存养老钱才行。在任何时候，养老钱都是老人最大的底气和靠山，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一切。老人要尽可能的学会网络智能手机的使用，现在毕竟是网络智能时代，老人也要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才行。这样想念儿孙的时候，也可以传简讯或者是打视频给他们，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如果我们的老人做不到上面这些，那么我们老人晚年多半就并不适合单独居住。你觉得人到晚年怎么住更舒坦？是单独住呢，还是跟子女住一起？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讨论。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